我叫初李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。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，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梦想之地圆月社。臭猴子，聊个2毛钱。臭狐狸终于出现了。周川老师，哎呀，真是您啊！我这是第一次见着真人呐，也难怪那些读者们都说温润如玉公子川，名不虚传。那咱们楼上会议室说。你好，请问面试在哪里？1楼会议室。啊，谢谢。周川老师啊，众所周知啊，当时周老先生的这本《岁月如歌》在我们圆月社一出版就达到了40万册的首印量啊。现在呢，马上要出全新的纪念版。就单从这个成绩来说啊，这就是我们圆月社，整个出版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啊。现在您呢，又子承父业，想必周老先生一定会为您感到骄傲的。这个当初呢，周老先生的这本《岁月如歌》，在我们圆月社做出这么好的成绩，如果您现在的新书也能签到我们社里来的话，那势必将成为业界的佳话呀！连宣传词我都已经想好了，父子一门，书香传承。那你要不要先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共同完成一段行业佳话呀？干嘛呀？想拌面啊？没有，对不起老师，我知道我不在面试名单上，我的专业也不对口，但是我真的很想来圆月社工作。圆月社出版的每一本书我都看了，这里的书陪伴着我长大，求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吧。那个，要不咱还是先看看合同吧。啊，这个合同我已经拟好了，您先看一下。就这个合同啊，已经是在我再三的争取下，总算是拿到了我们圆月社今年最好的数字。不好意思啊，面试已经结束了。求求你们再给我1分钟时间吧，想问我什么都可以，大到圆月社的创业经历，小到每本刊物上的文字借鉴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这次来上海找工作，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圆月社。做一个好编辑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，我不想抱着遗憾离开。我们要招的是文学编辑，要的是文史相关的硕士研究生。请问您哪一点符合要求？执着、认真、热情。现在的纸书出版行业日薄西山，如果你们录用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寻找最优质的作品，签下作者，绝对不会让圆月社成为那些出版社之一的。那请问您手上有哪些作者资源呢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以后一定会有的。好了，1分钟时间到了。哎妈，我真的没时间，我上班呢。对，你帮我接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些是我这些年来写的一些书评，还有对畅销作者的一些研究整理，麻烦您看一看，请您相信我，我真的会做一名好编辑的。这个数字呢，是跟周老先生当年确实是有一定差距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受网媒冲击比较大，这实体出版行业大不如从前了。即便是这样，这也是我们社里拿出最好的诚意了。好歹是我想了20年的地方，进去看看不过分吧？
3万册呀，那就是试水嘛。3万册，试水，你当我要饭的吧？和编辑吵成这样，这到底是哪家老师？这个数字啊，也是同类型年轻作家当中最高的了。当初《岁月如歌》是多少啊？10万加吗？周川老师啊，就这个薄的印数啊，只是我们社里给您一个承诺。如果您的书销售的好的话，那版税自然是水涨船高啊。遇见了很不开心的事，愤怒的同时也会忍不住想，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，才会遭受如此待遇？或许真的还需要继续加油，才能配得上我想要的尊重吧。又温柔又正能量，不愧是周川老师。无缘无故按什么喇叭？雪白，你们家老板又不在？他出去找书去了。我上次要的那批参考书目怎么样了？都到了，还到了一本很难得的夏目漱石，58年的。真的啊？在哪儿？我们老板放书有点杂，位置比较乱，可能在那边，你得自己找找。哦，谢谢啊。老板，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夏目漱石？可能你得自己找找。哦，这家书店这么随意的吗？夏目漱石找到了。当心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，要不你先下来，我上去。谢谢。这位大哥，这本书我自己拿就行了，不用太客气。给，好。书的钱你到时候记我账上就行了。谢谢。这不是你帮我拿的夏目漱石吗？啊？谁先拿到就是谁的，这书店的规矩啊。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我们家老板也经常这么说。臭猴子，人呢？去面试还是别拐卖了？不对呀，你这样的傻子拐了也卖不掉，只有拐没有卖，心疼。去面试惨败，正在准备滚蛋回家的路上。
刚才还眼睁睁看着一个戏精从我手里抢走了我的最爱——一本58年的夏目漱石。那么巧，我刚从旁人那儿淘了一本。现在的人呐，表面上萌萌哒，私底下哟。今天还遇到不知哪家老师在编辑室里撒泼打滚，吼嗓子骂人呢。一个马上要提着行李滚蛋的人，还有心思八卦这些？喂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哎，新来那个，于主编，您找我是？找你来是把这个东西完璧归赵，拿着。您都看了吗？谢谢你给我的这次机会。打开文件，好好看看再说话。出版业路在何方？纸媒的末路悲歌，还有圆月社末路的贵族。这次杂志文章，这里面收集大概有100-200篇吧。于主编，您听我解释。我知道，里面还有一封你母亲的亲笔手书，苦口婆心劝你迷途知返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这些私人物品我不方便保管，收拾东西回家吧。喂，老苗，寇威老师到了是吧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大家好啊，顾白芷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，于主编，我调回上海了，以后还会经常见面的。寇老师不会来了，我替他来的。嗯？他的新书已经转签到了新顿，我替他来送解约书。放心啊，违约金呢，新顿都会赔付清楚。不过他那本代表作5年的版权期限马上就要到期，麻烦尽快停止加印。啊？这不可能啊！别着急啊，我马上给寇伟老师打电话。啊，不用了，寇老师说以后打球、滑雪都会找您。但是作为编辑嘛，你好像没看过他的书。顾白芷，你这样明目张胆的撬人，光彩吗？明目张胆？不是，这是寇老师主动选择了我们新顿这艘大船。毕竟我们还负责作品的全版权开发，和你们圆月不太一样。与其责怪我，不如想想你们为什么留不住作者。寇老师这本《跳舞的哲学家》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2013到2018年马上就到期了，我还好心预留了1个月给圆圆呢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于主编，这本寇伟的小说，我记得明明是2014年秋天才上市的。那年我读高3，为了买这本小说啊，我妈差点打了我一顿。所以，这个版权到期时间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对，于主编，那个这个谁说的有道理啊？那个我记着啊，当时呢，寇伟老师呢，这个拖稿拖了1年才交到咱们社里面，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出版日期也是往后顺延了1年呀。这个谁说的对？所以合同约定的5年是从出版之日算起，那算一算的话，顾白芷还有1年多的版权时间在我们圆月手里啊。顾白芷，1年多以后再过来谈吧。就是一本书而已，寇老师的未来都在我心里。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初里，我们圆月的人。可惜了，以后如果在圆月混不下去，记得到新顿找我。白纸。我真的只想来圆月。下周来编辑部报道。真的吗？试用期2个月，实习期月薪3500，全勤100，每天餐补10块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超开心的。于主编，我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咱们不是实习生有度娘娘了吗？再招一个是不是有点多了呀？我刚才跟顾白纸说的话，你没听见？我们圆月社从来不招闲人，2个实习生最后只能留1个在圆月。可以，我没问题。面上了，面上了！你的女儿这么优秀，怎么可能面不上？面上了？你说你一个搞金融的啊，非要去搞什么文字啊？面上了，行，等你进去吧啊！你去了肯定遭人白眼了。哪有你这么唱衰自家女儿的？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当编辑，谁让你逼我去读什么金融？梦想能当饭吃啊！我辛辛苦苦供你读金融系，在银行啊，银行那么体面、那么安稳的工作你不干，非要跑那么大老远去吃苦受罪，行啊啊！有本事就别让你爸爸偷偷的给你寄钱。我没有啊。什么叫你没有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没收你的小金库啊！你只有让他早日认清事实，他才能够早日回家。挂。上海，我梦想的起跑线，在到达终点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开的。好像藏起来，像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一拍。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 ？I've got a million ways， 却说不出来。我的你知江雨晨，今天我在书店可没看到你啊！你这个老板可真是回过头来了。今天微博发了好一通酸文啊！有谁惹着你了？就是经常被我老爷子挂在嘴边那个圆圆社，不过如此吧？哎，明天书店里有你周川的书友会，书友自发组织的，你还不来个惊喜？不去，真不想知道别人对你什么看法？知己知彼，才能早日超过你爸那组包袱。哎，无聊。我写我的书，让他们说去吧。啊，挂了。狐狸精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可是圆月社的人喽，离给我的偶像江雨晨老师出书又近了一步。先活下来再做梦吧。切，你懂什么？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略带风霜，这叫梦想。每天给我喝这么多碗鸡汤，也不怕把我淹死。这么犀利，你应该是没有书迷吧？胡说八道，我周川会没有书迷？我的小江江发新状态了，这是街角书店。
怎么又是他？哦，难道他是周川的书迷？周川老师的书，我每次读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你们猜猜这次他的新书会说什么内容啊？我好期待啊！我也是，可惜周川老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要是他可以开签售会就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有一本他的签名书，上面写着“给我最忠实的读者”。哎，我呀就想见见他本人，毕竟他的书陪我度过了高3呢。你们看看，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干嘛呢？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要是让你的书迷看到他们男神一样的周川老师像做贼一样躲在这里，有人要失望喽。整你的书去吧。你也是周川的书迷？嗯？你真的是周川的书迷？他也是我的读者。今天人来的还挺多的啊。那当然，周川可是高人气作家。虽然是处女作，但意外写的还不错。只是不错。岂止是不错，周川老师写文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，古代神话信手拈来，所以风格既轻松又有传统的韵味。你这书迷滤镜挺厚啊，周川就这么完美啊？当然啦，周川老师多么的优秀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作者和作品。眼光不错啊。你看，这位帅哥，我们2个都是周川的书迷吧，又都喜欢夏目漱石。昨天那本58年的书，你能不能忍痛割爱让给我呀？所以说你故意来套近乎，是为了想要买书？这怎么能算是套近乎呢？我只是拉近一下我们书迷之间的距离，好方便沟通嘛。这么说来，你刚才夸周川的话也都是假的吧？这位帅哥，你就把那本夏目漱石让给我吧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很想要。你做梦！哎，周三，我请你喝咖啡。我说了。对不起。谢谢你的咖啡。没事吧？你的书迷收到你签名的书都高兴坏了，倒是你，怎么回来以后心不在焉的？你看过《东方异闻录》吗？你这状态不对啊！是谁打击你这比天还高的自信心了？是一个奇葩小姑娘，她说我的书有点啰嗦。她这本《东方异闻录》吧，得拼命忍住熬过前3章，因为背景介绍实在是太复杂但是他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，您的眼光也是非常的优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周川对于黄金3章的法则执行有问题？你看懂他的书了吗？我看懂了，我就是从一个读者最直观的角度去说。再说了，不是你让我说的。而且我还听出来了，他就是你这个半退休人的书迷。那你说说，谁的书比较好？我让周川学习学习啊。江雨晨江老师啊，他的书一上来就直奔主题，抛出悬念。你把周川和江雨晨比？
哦，也是。江雨晨老师比周川老师的经验丰富多了，得的奖也更多，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是有点不太公平。不过你放心，周川老师这才出了1本《东方异闻录》，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再说了，他都还没有遇到创作瓶颈呢。创作瓶颈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吗？周川会稀罕吗？你是他的读者吗？是啊，我是他的读者。对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江雨晨的读者吧？那你来周川的书友会，你大周末闲的没事儿干啊你？嘘，你声音这么响干什么？万一被人家听见了怎么办？哎，我今天来其实是想来见一个人的，可惜没有见上。扎个马尾辫，穿个白衬衫，带个双肩包。你怎么知道呀？说是喜欢我7年了，我看到他的时候啊，正把我的书往书架中间摆呢。你在帮我整理书架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妹妹，一个过气的作者呢，是不会因为你把他的作品摆在一起就咸鱼翻身的。等等，你看过这本书吗？这本《消失的动物园》是一本特别经典的好书，绝对值得您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但是事实就是，他的书没有人买。你是这家书店的老板吧？这本书的作者江雨晨老师特别喜欢你这家书店，所以能不能拜托您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咸鱼啊、过气之类的话，他要是来了听到的会很难过的。他今天早上还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发了张照片，我拿给你看。那你看这个花瓶里摆放的小雏菊，是不是和你门口的那个花瓶摆放的一模一样？那个还有这个瓶子里反射到的窗子，也和你店里的窗子一样啊。你是他的？我喜欢他7年了，一直在网上关注他的动态。我们家江老师只不过是暂时的成绩罢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最近2年的作品，在销量上都连创新低，这些书摆在这都要成古董了。是，他的有些书是卖的不太好，但是谁没有个起起伏伏啊？谁说他的书没人买？我买，这些我全都买了。全都买了？对呀。你的书迷啊？那看来不是我书的问题，是他眼光有问题。对，眼光这么差都没看上你啊？给你脸是吧？来，接着来。欢迎光临。来买书啊？对，来买《东方异闻录》。啊，就在这儿呢。好了没啊？走了。啊，我马上收拾一下。对了，我的书迷在买你的书。哼，是他呀，改邪归正了。拿着。呀，前2天不还把他贬得一无是处的，今天怎么就屁颠屁颠来买了呀？我哪有说一无是处？这锅我可不背。哎，看不出来，你还是父子粉啊，2个一起喜欢。啊？谁喜欢了？眼神不好就去看眼科。你这人怎么人身攻击呢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和你很熟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一上来就给我扣周顾轩读者的帽子。周顾轩老师怎么了？你刚才拿的这本《岁月如歌》都不知道加印多少回了，这次还特地推出特别纪念版，这可是经典中的经典。
把书挪这么远干什么？人家俩父子书放在一起不是挺好的？哼。好了没啊？哎，你这电影真是的，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往里跑。我同意，确实什么妖魔鬼怪都有。书不错啊，需不需要袋子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快点吧，快点吧你。走吧。你干嘛？幼稚。2070，2080，2070到了！哇塞，哇，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我要奋斗几辈子才能买得起这么一栋大房子。只有狗叫声。二狗！真棒！哎呀，难道周川老师今天不在家？周川老师，哪位？你好，是周川老师吗？我是圆月出版社的编辑初里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我给你发过消息，但是您一直没有回复，所以我只好冒昧找过来了。怎么是他？哪位？哎，您好，是周川老师吗？我是圆月图书公司的编辑初里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我给你发过消息，但是您一直没有回复，所以我只好冒昧找过来了。怎么是他？我们副主编想让我来跟您谈谈新书签约的事。这里没有周川，找错人了。找错了？是2070啊？难道这里有2个2070？谁啊？是周川先生吗？这里有份需要您本人签收的重要快递。什么快递啊？周川老师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诈我你！不是，实在是对不起了，周川老师，用这种方式跟你通话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要是今天见不到你的话，我就得滚！喂，物业吗？周川老师，我真的不是骗子，你听我解释。周川老师，你看看吧，坏人在这！业主投诉你扰民，请你赶紧离开。我没有扰民啊，2位大哥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是来谈工作的。你要不肯离开，那就没办法。哎，2位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嘛，放开我！2位大哥，你们力气好大。顾总，我认识，等，顾总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上次你来圆圆社，我们见过的。当然，你还让我当众下不来台。就你和我认识，放开他吧。没事了，你们走吧。谢谢顾总监。
我还以为你是聪明人。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还是留点体面。周川不愿意见你，你是见不到他的。回去吧。要是早把书签给辛顿，你不就清静了吗？你也是真够坚持不懈的，刚从北京调回来就来找我。啊，辛顿到底是给了你多大 KPI 的压力啊？哎，我知道你迟迟不肯签给辛顿，就是想看看哪家公司还会给你更高的价钱。但我敢说，辛顿的条件一定是最好的。是吗？我当初把东方乙文录签给你们的时候，好像真没有感受到。我们这次不打算谈什么保底印书，500万买断这本书的全版权。那我是省心很多啊，但是我怕重蹈江雨晨的覆辙。你如果因为这个拒绝我，那就太不理性了。我只是想把书签给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编辑。来日方长，反正我已经搬到了这个小区，你随时想通了，随时联系我。啊，你家真的不能请阿姨打扫一下吗？哎，你抱。谢谢周川老师。虽然跟你住一个小区，但以后没事少来烦我。再会。拜拜。你还没走？周川老师，周川老师，我们圆圆社真的非常有诚意与您合作，5分钟时间，不，2分钟，你只要给我2分钟就够了。周川老师，不如您先听听合同上的条件，再拒绝我。周川老师，周川老师，你还在听吗？把合同翻开第1页，数量多少？念。4万。你订餐厅吧，我都3年没回来了，真不知道什么好吃的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好久不见。你怎么来了呀？哎，你要的书，给你。啊，走了。哎，我说，你就不能找个阿姨打扫一下？哎，刚才女模特也说了同样的话。我知道她来了。碰上了。哎，那太可惜了，我没有看到惊涛拍案的场面。惊涛拍案。先把你拍死岸上。哼，走了。这微博上的周川和我白天遇到的是同一人吗？什么温柔正能量，压根就是个骗子。实在忍不住要吐槽一个作者，微博萌萌哒，私下咆哮王。原来周川老师的狗狗叫二狗。周川每年过年都是要出国过，但他爸却都是在老家过年。也就是说，周川已经7年没有吃到过老家的肉包了。
微博就是拿来装好人的。我今天也被气到不行，连空气都相对，事业都没法进行。切，这狐狸精居然还有事业。喂，老爸。哎，我算时间你该下班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刚到家？哎，你这才去几天呀？怎么好像胖了呀？你怎么双下巴都出来了？真的假的？我胖了吗？角度问题吧。这样呢，还胖吗？啊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房子找的怎么样？钱够用吗？哎呀，够，老爸你就放心吧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在你住的地方啊？你转一转，我看看这房子怎么样？好啊。你看我是不是住的挺好的？工作也挺顺利，同事对我也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这怎么暗了？什么怎么暗了？还住的挺好呢，连个灯都是个坏的。那个是我手机问题了，明天去修一下就好了。出家娘娘，你终于舍得理我啦！我懒得理你。拿开。好了，那我不跟你们说了，你们早些休息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想你们。丫头，给你汇了点钱，买台新手机。一个人在外好好照顾自己，别太吃苦。张阿姨，你这个月都不能来打扫了呀？啊，行吧，那你好好养病，我知道了。走，二狗。二狗，别叫。啊，你们家不在这儿，走了，后面那栋。二狗，周川老师，真的是你！周川老师，抱歉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扰。啊，别浪你了，快走吧。哎，二狗啊，以后来路不明的不吃啊。周川老师，这个是我从您网上推荐的店买的您家乡的肉包子。啊，周川老师，能不能谈一下？不用，我和二狗最近减肥，不吃。周川老师，周川，手没事吧？没事。周川老师，能不能再占用您一点点时间谈谈新小说？合同上的数字我们都可以谈的。谢谢周川老师。坐吧。你就是周川老师。现在知道叫我老师了呀？周川老师，小的之前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周川老师千万不要见怪。
别废话了，你只有2分钟的时间。哎，老师，早上空腹喝咖啡对身体不好，您先吃点包子吧。谢谢啊，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，这几个包子不值10几万的版税。虽然我们的保底印数是4万，但这真的是圆月社这2年开过最高的数字了。我们公司对你可真的是一片赤诚之心，日月可见呐。那你去问问日月，我值不值得被这些数字所羞辱啊？还日月可见，造什么孽啊！周川老师，我们没有羞辱您，我保证，只要你签给我们，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做这本书。到时候别说是10万了，20万也不在话下。画饼呢？神秘马良，2分钟时间到了，谢谢你的包子，虽然我的咖啡也不便宜。周川老师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之前您的《东方乙文录》也是前后加印了3次，您难道对洛河神树就这么没有信心吗？激我呀！我对我自己的书当然有信心啊，我也有信心。只不过圆圆社不值得我这么做。其实您看中的不单单是保底印数，否则你早就签给星顿了。别废话了，请吧。圆月曾是周顾轩老师创造销售奇迹的地方，您难道不想在您父亲曾经的战场上超越他，成为新的奇迹吗？我承认，圆月社给的条件的确一般，但是您虽然表面不情愿，还是再三听了合同的内容。其实你心里还是有一些属于圆月的吧？新人吧，这么自以为是啊？对，我是个新人，合掌您的那些金牌编辑自然是没法比。我说的这些话，在您看来可能也都是空话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没办法签下您的书，做好您的书，我就没办法继续待在圆月社了。所以我比那些金牌编辑多的是一颗破釜沉舟的决心。求求你，周川老师，拜托你，你就让我签下你的书吧。说完了，走吧。周川老师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您改变想法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放这儿了，我走了。难道我猜错周川老师的心思了？唉，明天该想什么办法说服他呢？哎，小白，你们家老板呢？他今天提前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啊，行。我又被丑拒了。不得不说，某位作家养的狗都比他热情啊！我都拿出这辈子能够拿出的最高诚意，请求他签一个出版合同。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给男人买早餐，就被他说不值10几万的版税，那是一个包子的事吗？那可是我的少女心。这经历怎么这么眼熟啊？猴子是初离。早上好，欢迎光临，是你啊？哎，你们那本《岁月如歌》呢？我记得是和《东方乙文录》放在一起的。
有点事情，正好想对比着翻看一下。哦，展示架正准备换，你要找的话，去后面书架看看。好的。不对啊，我躲着他干嘛？你说我还要不要三顾茅庐？明天给他带碗看上去更高级的皮蛋瘦肉粥。周川老师。好巧啊！我先走了。等，周川老师，你不要嫌我啰嗦。今天早上和你说的事，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我再考虑一下。小强，我出事儿了。不是，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，你怎么先哭了呀？你能别老大半夜抽风吗？我这看电影呢。哎，昨日你都看几遍了，别看了啊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的读者发现你的本质了？什么本质啊？我就是为人和善，表里如一，我就是温润如玉公子川，就是少点自知之明。哎，你别跟我讲这些有的没的啊！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我今天见着那个网友了。网友？就是那个在网上认识了3年，每天在吵架，怎么吵都吵不散，现在谈恋爱那个网友。没谈恋爱啊，我俩是纯洁的网友关系。是，纯洁的网友关系，每天抱着手机在那傻笑，太纯洁了。怎么，今天见网友见光死？没有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哎，就这样那样的各种巧合。他现在是我的编辑。他今天早上拿着包子，然后跑到我家，然后让我签一个保底印书才4万，版税才9个点的出版合同。重点是我态度很，耿总。那反正他也不知道你就是胡一娟，你慌什么？能不慌吗？我今天啊，这么不顾情面的把他给赶走了，然后到时候万一他知道真相了，然后恶向胆边生出一本扒一扒那些年你们爱过的温润如玉公子川，然后荣登各大书站网站的畅销榜榜首，那我，唉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签了吧？4万的保底印书你签啊？说的是人话。哎，现在这个行情，出版公司给你这个书已经很不错了。只要你能卖出去，再加上版税，再加印，少不了你的版税啊。而且现在漫画、游戏版权不都在谈吗？你现在较什么劲儿？我不是在跟版税较劲儿啊，这点钱连二狗的狗粮钱都不够。我要什么你是知道的吧？我知道，有一天成为金字塔尖的作者，超越你爸，那你就更该签给圆娱社了。那不正是他创造奇迹的地方吗？现在就是开始。你怎么说的话跟他一样啊？你俩传统好的。
我俩都没见过面，怎么串通好啊？行了，你今天来我这儿，不就是想让我劝你把这约签了吗？谁说我要签了呀？我……啊，行，你别签，谁签谁是二狗。不是你今天不太对啊！哎，你怎么不安慰我？你凶我干嘛呀？今天顾白芷来了。谁？顾白芷。哎，行，以后他来你早跟我说啊！以后女魔头遇上你，我有多远走多远。你也别来打扰我了，小心写818的人就是我。写我的818多没意思呀！讲真的，你赶紧把你的书给我写出来，不然我怕你跟我差距太大，你羞愧难当，弃笔逃走。现在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我江雨城站不起来？请不要擅自把我划入非人区，谢谢。如果我没办法签下您的书，做好您的书，我就没办法继续待在圆月社了。明天11点，带着你的合同来。这是同意签约的意思了。过时不候。干什么呀？才10点半。找你的爸爸喽。我是他哥哥，不是他爸爸。周川老师好。周川老师，你想好了吗？你真的要把洛河神书签给我？假的，骗你的，把你骗过来耍你玩的，开心了？怎么了？我工作室的章找不到了，我可能得找一下。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年年老师的下一期连载，讲的是男女主人公久别后的重逢。年年老师特别要求，你的插画风格需要的是那种明媚的忧伤。你看你画的，这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就光看见明媚了，忧伤呢？苗副主编，我想了一下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明媚的忧伤，所以这个明媚的忧伤啊，喂，你能不能，如果工作上遇到困难了，你先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呀？怎么现在这脑子还长在卷上呢？别动！你告诉我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这什么动作？啊！
我这领导说你2句不服，你还给我竖中指，冲领导竖中指了，你开始。他就是想扶我一下眼镜，是不是阿强？什么扶眼镜啊？哎，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啊？我今天早上去周川老师家签合约啊。那是签下来了？就差临门一脚。刚准备签合约的时候，突然周川老师那个印章找不到了。不过他找到印章之后就能签。我说初里啊，恐怕这印章这辈子都找不着了吧？人家这是拒绝你的呀。我怎么觉得周川老师是真的印章找不到了？老明，人家处理一个新人，这合同搁你这儿，你不是大半个月也没把周川老师拿下吗？你怎么能指望他几天就拿下？处理，我也得说说你啊，以后出外勤没必要一出就一上午，你得提高自己工作效率，知道吗？圆月社不只是只有周川老师一个作者，你也不是只有这一份工作。知道了，于主编，我明天不会这么晚来上班了。反正都各自抓紧吧。今天营销部过来了，说下周之前必须给出签约成果。像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一拍。那个，今天眼镜的事情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不用放在心上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果汁茶好好喝，甜度也刚刚好哎。阿强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的插画很有意思，故意不画五官表情，喜怒哀乐全凭读者自己想象。当年丰子恺也是因为这个风格备受冷嘲热讽，不过好在最终他还是成为漫画界的一代大师。没有，我哪有那么厉害呀？我就是一个18线小画手。我很看好你哦。你知道简吗？当年他还没火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看好他。现在他也是古风画手界的领军人物，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。谢谢你，初里。我想跟你说，我觉得周川老师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要是拒绝，肯定直接拒绝你了，不会找借口的。我和你的看法一样，别说是印章了，他把他自己弄丢了，我都相信。初里，你下一次去干周川老师的时候，能不能给我要一张签名呀？我特别喜欢他。当然没问题啦。谢谢你啊，我帮你。好。周川老师早上好，请问印章找到了吗？成天就知道催，我一天马腕子都不在话下，不就是个印章吗？有什么难的呀？不行，我还是中午去周川老师家跑一趟吧，早点帮他找到印章，就能早点落实合同。于主编早。早，于主编早。早。那个，刚接到通知，下午2点有作者过来参观，你们看谁去整理一下书库？哦，那就得麻烦一下初里了。你看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干手头的活儿，你小鸟呢还得赶紧做一会儿给江一成看的 PPT。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江老师了。联系到江一成老师了？江老师说见面前希望先了解一下我们对他以往小说的看法，虽然他只要一份简单的文档，但我想做份详细的 PPT 给他。行，那你赶紧做。好。那整理书库处理交给你了。太好了，我终
等到江雨晨重出江湖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初里，你是不是对江雨晨老师的作品很了解呀？对呀，他的每部小说我都看了5遍以上。那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给江雨晨老师的 PPT 呀？啊，我帮你做啊？我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事，实在来不及了，拜托你嘛。可是我帮你做的话，到时候你要和姜老师当面沟通，你不了解内容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我会把内容都背下来的。小鸟，你觉得姜老师的《江南道》好看吗？我高中的时候看过，不过这么久了，记不太清了。《江南道》是寇伟老师的作品。小鸟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老苗既然让你联系姜老师，了解他的作品，就是你分内的工作，也是对作者最起码的尊重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你。周川老师，我中午可以来你家看看吗？行，除了印章没别的事儿找我了是吧？印章，速来。老师，合同。什么合同啊？啊，我还以为是合同盖好章了。我可没这么说啊。章还没找到呢，我让你进来一起帮我找，顺便帮我收拾一下。老师，你是让我来找印章的，还是让我来打扫卫生的？当然是来找印章的呀，但是不整理好怎么找呀？不是越找越乱？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，咱们分头找，快！我帮你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啊？我是问你有没有谈恋爱，网恋那种也算啊？我有时间忙工作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呀？周川老师，你也看简娘娘的画册啊？这种三流小画手的东西，我怎么会看？不知道是谁送我的。我曾经也熬夜给我一个好朋友抢过这本画册，不过后来，算了，不说。谁呀？柳氏，还没签下你的洛河神书，我自然要三顾茅庐。谁要签洛河神书？谁？顾总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说来话长啊，洛河神书已经签出去了，你就不用想了。哎，谁家条件差也比新顿好？你该不会是要签给他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和你无关。合同签了？当然签了，已经签了，印章签名一应俱全。洛河神书，您就不要再打他的主意了，陆总监，麻烦。你喜欢有人情味的编辑是吧？那我们确实不合适。处理啊，下次见。希望我们不要再盯上同一个目标。啊，什么叫不适合啊？说的好像跟谈恋爱被甩了一样的。顾白日，我告诉你，这次是我不跟你签。老师，你还真是童心未泯啊！我这是维护自身名节。哎，你刚才那么激动干嘛呀？我只是把洛河神书签给你，我又不是把人签给你。
天哪，老师，我来不及了，要先回去了。印章如果实在找不到，你就重新再做一个，反正也就2、3天时间，做好联系我就可以了。喂，你这就走了呀？我签完合同没有利用价值了是不是？你什么叫做好联系啊？没做好就不能联系了呀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喂，处理。喂，小鸟，你能不能帮我整理一下书库？我现在太堵了，实在赶不回来。啊，可是我要忙给江雨辰老师的 PPT。只要5分钟就好，我走之前都整理的差不多了。好吧，那你能帮我做一下 PPT 吗？因为我时间也挺紧的。可以。快递。我是问你有没有谈恋爱，网恋那种也算。我有时间忙工作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呀？助理，你这又去哪儿了？我去周春老师家帮他找印章了。怎么又找印章啊？你不是保姆阿姨，你是编辑，是编辑就该做编辑该做的事儿。我不管你印章不印章的，合同什么时候签？想不想留在圆圆社了？我想，我特别想。女主编，我一直在努力。那你就再努力一些，以后不要让我看到你再因为这种事情出外勤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小鸟啊，所以我就说，多亏了你做的这个 PPT， 要不然江雨成啊也不会那么快就答应跟咱们见面了。最近疯狂补课，看了不少江雨辰老师以前的作品。行，果然没看错你。你看那个处理，天天说啊是江老师的书迷，又迷他这个迷那个。我一看啊，他做 PPT 就未必比你做得好。也没有了，处理也是有自己优点的。行，就冲你这么谦虚啊，就这点就比他强。我接个电话。接你的，接你的。哎呦，快，擦擦。电脑怎么不亮了？啊？那什么，赶紧给公司打电话，让他们谁再送一台电脑过来啊！马上就到了，还有5分钟。副主编，我把电脑送过来了。行，你怎么才来？赶紧放那。谢谢。来，把 U 盘插上。江老师到了吗？这不该你操心的事儿，你操那心干嘛呀？处理，我问你，那印章找着了吗？周川老师已经去申请新的印章了，我会抓紧催一下进度。要我说呀，你找印章之前呀，先把脑子找着啊，别老整天迷这个迷那个的。去吧，忙你的去吧。知道了。紧张、刺激、激动！我同时要和江雨辰老师开会，我决定躲在暗处悄咪咪的看他一眼，顺便拍个照留念。
什么呀？见我就着急回公司，见江雨晨就可以偷懒，是不是？是。是他。喂，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家来，不然合同不要签了。又怎么啦？坏了。对啊。洗衣机坏了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找家电维修啊！我着急又来不及。周川老师，你就没想过要来检查一下电源吗？没想过啊，我有保姆，我不需要小明事儿。你这是常识。你吼啥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把没有打扫完的继续打扫完吧。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。我不闲，我很忙的。从昨天到现在，我只睡了3个小时。昨天上午我想要打扫柜子，结果你把我骗过来，害得我下午迟到，被于主编骂了一顿。今天我想我可以好好工作了，没想到苗主编又出了问题，让我千里去咖啡厅给他送电脑。好不容易我想要休息一会儿，能看一眼我的男神，你又因为这个无聊的洗衣机，你用电器要用插电源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喝水？我不渴。哦。周川老师，刚才是我情绪不对，我没有不想给你打扫的意思，只是我今天有点太累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明天再来给你打扫。明天见。我这次呀要特别的表扬一下小鸟，要不是人家小鸟 PPT 做得好，得到了姜老师的认可，恐怕呀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有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书弟，周川老师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哎呀，那进展可大了，已经从找印章进展到开始重新申办印章了。我就说嘛，于主编，像这种非专业人士以后就不能招。你们2个人的试用期已经过了1大半了啊，最后到底谁去谁留，咱们看合同。臭狐狸，又不给我回消息。他不会还在生气吧？那你见到了吗？没有，我快被周川气死了。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，还以为有啥急事呢，结果居然是洗衣机坏了，而且它压根没坏，就是没插电源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智障的。
你这么讨厌他？咱们能不提他了吗？楚离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哎，楚离，把周川的合同给我一份。周川老师的合同还在他那儿，他说干完印章后给我。行吧，那你再给我打印一份。副主编，您要合同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周川的事不用你管了，我来接手。不用我管啦，为什么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为什么了。算了，也不用你打，我自己来。不让我跟进周川，不就是让我离职的意思吗？楚离，你看，要不这样，你当着苗副主编的面跟周川老师打个电话，确认一下合作意向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。阿香，我去周川老师家一趟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老师，才1天不见，你就因为创作呕心沥血成这样？你感冒加重了。你觉得呢？那个周川老师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请您？哎，感冒要喝热水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扶你，小心。家里有温度计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要没什么事就走吧，别打扰病人。小鸟。这人呢？好像又去周川老师家了吧？不是的，什么不是的呀？用你替他打掩护吗？我不是都跟他说了吗？周川的事情由我来全权负责，他是真没脑子呀。毕竟关系到实习系去留的问题，他紧张点也不奇怪的。怎么还没走呀？哎呦，不要我睡着。温度计放在舌头下面。哒啦哒哒。38度，喝碗粥，再喝杯感冒灵。如果明天一早还是不舒服，一定要去医院，知道吗？连肉都没有，看着就没有食欲。肉在下面，这是我特意做的牛肉粥。你做的？那不然呢？我用魔法变出来的。
没力气，喝不动。大哥，你不会还想让我喂你吧？不用，就让我病死拉倒好了。不是让你走了吗？我是那种看见空巢老人生病毫无波动转头就走的人吗？不是讨厌我吗？你想多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呢？我捧着你供着你都来不及呢。不想吃了。不吃也得吃。哎呀，我不吃讨厌我的人做的东西。到底谁跟你说我讨厌你啦？还需要人说吗？我自己看不出来。哎，还凶我。那只是成年人的意识崩溃罢了。好吧，那时候是挺讨厌你的，但现在不讨厌你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在乖乖喝粥呀。啊！喝了。周川老师，明天能不能请你？要是平时也有这么乖就好了。老师，先量体温，降到37度即可。锅里有粥，微波炉热2分钟再吃。今天开会呢，对小鸟和初里2个人的去留问题做最终的决定。本来2个人都没有完成任务，都不应该留下。但是小鸟因为联系了河马老师，把未来5年的新书版权都签给了我们圆月，所以小鸟留下。初里，你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编辑，试用期提前结束了。于主编，我可以给周川老师打电话，证明他是有意愿和我们合作，我能完成任务的。行，那你打。能不能再给我1个小时？我去他家跑一趟。我觉得完全没这个必要。再给你1个小时，你连周川家都没到呢。哎，于主编，你也相信周川不签合同是因为找不着印章？咱们以前碰上这样的作者还少吗？所以我说啊，初里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好好的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找家银行上班不好吗？副主编，周川老师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你要以这个理由把我辞退的话，我不服。你不服能怎么着？你不服，周川就能在合同上盖章了吗？啊？没有打扰大家吧？周川老师，合同我签完了，给。哦如果之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沟通的话，你直接让助理跟我联系就好了。
那辛苦周川老师专程跑一趟。我走了。快去送周川老师啊！周川老师，你身体好些了吧？我都亲自跑到圆月了，你说呢？没事就好。今天谢谢你特意把合同送过来，否则的话我可能就要被开除了。这么说，我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了。当然是了。全稿我下午发给你。谢谢。刚看到你昨晚发的消息，现在问题解决了吗？多亏了周川老师，我现在把他备注名都改了。盖世英雄公子川，不是戏精，是恩人。不是戏精，是恩人啊。我居然真的看到了周川老师本人，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，温润如玉公子川。助理，你干嘛呢？日常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活着。我刚才这一切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我确定，我没有在做梦，我真的看到了周川老师。哎，我还说给你打电话呢。怎么了？我这新到了几本古代风俗图谱。行，我全要了。呀，看着心情不错呀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心情是相当不错。哼。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嗯。我爸在这边参加座谈会，晚上约了一起吃饭，就想说等你一起。啊？我们家老头子也在吧？哎，山看两相厌，我觉得干嘛呀？哎，我晚上有事儿没空啊。你们都多久没见了？独门养生粥，具有预防肠胃病的药粥。啊，这句话不通顺的。怎么？具有后缺少宾语、中心语。肠胃病后应该添上功能二字方妥呀。嗨，现在都不严谨了。爸，小生来了啊？怎么就你一个？啊，您二位又为中文水平的衰落忧心忡忡呢？周川一会儿会来的。啊，好，那等他一会儿。谁稀罕他来啊？他来了，我反倒吃不下。要不然您别吃了，正好治治您的三高啊。小川，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？哎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我做东，啊，我跟我儿子好不容易见一回，大家安心的吃顿饭，给我点面子，好不好？来，饿了吧？开吃。好嘞。这儿的红烧肉到位啊！来，爸，我看呀，这个红烧肉您就别吃了。啊，您别忘了，您也有三高。你看，管我比他妈管得还严。来，嗯，周伯伯，他们家的鱼特别新鲜，您尝尝。嗯，周川，给周伯弄点鱼啊。我没有给别人夹菜的习惯。别人？谁是别人呢？我是你爸。从小到大，你尽过几天当爸的责任啊？你们瞧瞧，你们瞧瞧啊！自己还没做出一点成绩呢，就已经目中无人了。哎，老周，你这话没那么严重吧？据我所知，
小周的作品已经准备漫画改编和这个游戏开发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现在审美越来越畸形，一些迎合潮流的三流快餐文都能够被开发。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就凭你的文学造诣，配我说酸？我倒要看看10几年后，还有谁会看你烂东西。我吃完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周川，老周啊，看看你这个急脾气。你的明亮着身躯。在你后面。老师，要不你用冰块敷一下吧？我合同不已经亲自给你送过去了吗？你还来啊？你不是说下午会发给我吗？我一直等也没等到，打给你又关机，所以就自己找过来了。没心情，明天吧。你心情不好啊？没事，你就走吧。哎，你感冒了，还是少喝点酒吧。我喝不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保姆当惯了是吧？给我。酒我替你存着，等你病好了再还给你啊！不打扰老师休息了，记得给我发稿子哦。哎呀，回来了啊！看见儿子了吗？我是去开会的，我见他做什么？座谈会你推了多少次了？你知道老姜顺道去看儿子，你也去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哼，他哪像是我儿子，简直就是冤家。父子同行可不就是冤家吗？看你这样，人你已经看到了吧？怎么吵架了吧？我说你也是，那明知道儿子不喜欢什么，你就偏偏说什么。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凭他的文学功底，明明就可以写经典文学的，可他呢，偏偏陷在那个什么修仙玄幻里出不来。你说那东西到底想传递什么？想表达什么？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？对孩子有什么教育意义？那文字嘛，写着开心，看着也开心，不就得了吗？以后啊，你少插手。你以为我想管呀？以后啊，路长着呢，你就让他慢慢摸索吧。初丽，看稿子呢。萱萱姐，你回来上班啦？没有，医生还是让我多休息。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。催了大半个月的稿子终于交稿了。是呀，是不是可以走3审流程啦？可以。助理，漯河神兽的项目可以开始了，你把原稿用 A4 纸全部都打出来，然后后面我会跟你讲我们的1教2教会是怎么进行。师娘，拿到稿子以后啊，马上走3审流程。周川的这本书啊，是我们原业社重头的出版物，所以呢，50万字的文，下周5校样要进校对室。好，明白。初丽，据我所知呀，负责走3审流程的，一般就是本书责编。你这个活儿要是交给他们啦，那这本书从今天开始，直到上市、开卖、宣传，卖成什么样，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喽。于
主编，这个合同是我天天去周川老师家门口蹲回来的。虽然我是新人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但我可以先做初审，然后再给2位领导来审查。我知道，处理啊，周川这本书呢，是你签回来的没错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你立功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也是经过这个深思熟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啊，毕竟你是一个新人，刚进咱们圆月没多久，这么重要的一本书，怎么能完全交给你负责呢？对不对？你要想锻炼不怕呀，你看我这有年年老师的华理，正好找人，马上要校对呢，这个你拿这个练练手。可是我听说社里的规矩，谁签下来的谁就是责编。那我怎么也听说周川这本书好像是签给我们社里了吧？不是签给你个人了吗？对不对，于主编？这件事情交给老苗吧。处理呀，一个年轻人还没学会走路呢，怎么就惦记着跑呢？就这本书啊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。你找我是为了漯河神书责编的事儿吧？我还是想来争取一下。我觉得助理，我得提醒你2件事。第一件，老苗才是你的直属上级，有任何事情你应该是找他沟通，而不是我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知道职场上不可以越级汇报的，对吧？可是老苗他……下面就是我要说的第2件事情。不管老苗对你的态度如何，对小鸟的态度如何，也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他对你俩的态度有区别，这都不重要。如果他对你的工作不认可，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他认可你，拿出点真本事，让他们无话可说，明白吗？你是我招进来的，不能让我失望。初理，我们走吧，下班了。初理，下班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别在这儿太晚了。这个城市看起来灯火辉煌，可是在那没有灯光的地方，每个人的心酸都只能自己默默地咽下去。哎呀，一不小心点到了全宇宙最难吃的盐酥鸡。肚子空空，你有的吃还抱怨个大头鬼了。那你倒是去吃啊，还要我喂你啊？没胃口。又教的哪门子琴？我现在不想说话。哎，二狗，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喂，喂 ，What happened？ 我每一天像一只狗一样蹲在周川家门口，好不容易签回来的合同，他们竟然让别人来跟进，完全把我撇开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我签下来的合同。周川可没把你当狗啊！你又不是周川，你怎么知道？气不过你就辞职啊，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。我气不过的是老苗，又不是圆月社。我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当一个逃兵呢。再说了，我答应过周川，要给他好好卖这本书，好好宣传，画好看的封面。你说他现在不会就认为我是个骗子吧？你家养狗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这本书的责编已经定下来了。那你怎么没反抗一下呀？那平时你虎了吧唧的，这会儿时候你怎么就闷声吃哑巴亏了呀？我反抗了，但是老苗是副主编，是我的直系上属哎。圆月是不过问周川的意思就把责编给定了，这以后是不想合作了呀？告诉周川有什么用？反正他也不会帮我。哎呀，我的周川呐，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周川，会不会就要被猪拱了？什么叫你的周川啊？你又知道了，周川不向着你，他不向着你还把书签给你，傻呀！啊，不对，狐狸君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话向来都是反的。啊，不会本来还存一丝希望，你说了就变成完全没希望了吧？快去吃饭。喂，初里，你还好吗？没有什么是一顿小火锅解决不了的。不是吧？于主编他真的这么说吗？对呀。那你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去找周川老师说说。为什么都这么说啊？还有谁这么说啊？哎呀，我另外一个朋友啦。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去找周川的，人家跟我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帮我？而且就利益来说的话，把洛河神书交给像老苗这样经验丰富的编辑也更稳妥些。周川又不傻。可是周川老师在你和老苗之间选择了你。难道是因为我劝说他的话戳到了他的心窝吧？开个玩笑，他选择的又不是我，是圆月社。说的有点道理。而且我总不能因为周川是作者就拜托他去让谁来当责编。难道我以后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作者身上啊？那你怎么办啊？就这样放弃了吗？当然不会了。老苗不让我审稿，我就不干吗？我自己偷着干。明天上班前，老苗就会把《洛河神书》开篇的审稿意见给于主编。哎呀，我也就只有这些时候可以跟他公平竞争啦。可是明天会不会太赶了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也审阅过几本小书，速度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
苗副主编，这是我通宵看完的稿子和初审意见，请您过目一下。你给我看这干嘛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这件事由我跟小鸟来负责了。你华理看了吗？洛河神书毕竟是我签下来的，不论如何我都不会甩手不管。如果你看完我的初审意见，觉得我没有给你们拖后腿，我也可以洛河神书、华理2个项目一起做，我会努力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的。是吗？给我看看。喂，哎，周川老师您好，我这边有件事情想请您亲自做决定。处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谢谢你啊，阿香，昨天陪我熬了一整夜。处理，你快看老苗朋友圈。哎呀，吃饭呢，别看这些倒胃口的，每天不是去打高尔夫球，就是去和老师吃饭，早就把他屏蔽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他发了朋友圈跟周川老师的截图。什么？周川竟然约老苗主动见面，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圆月社现在。哎，小鸟，那个上次你拿的那个咖啡还有吧？啊，有的。一会儿啊，周川老师要到咱们社里来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的约我啊，你要招待好，放松一点啊。看来是周川老师希望副主编您能好好帮他做这本《洛河神书》，想跟您套套近乎呢。哎呀，毕竟是他的自己的心血，他也希望有经验人来做，他又不傻，是不是？哟。周川老师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哎，外面下雨了，没来淋吧？好，小鸟，赶紧准备咖啡啊！好。啊，你请，请。来，周川老师，请。你要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为了争洛河神书的审稿和责编署名，趁着机会给我跳了。哎呀，看来周川老师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。是，在我们社里啊，关于洛河神书这个作品的责编归属问题啊，确实是有一些分歧。怎么说啊？是这样的，洛河神书这个作品，在我们圆月社，是在非传统文学领域的里面，是个新的尝试。社里面非常的重视，当然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，要想把这本书卖好，从初审工作上就不能放松，一定要找有经验的编辑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你看啊，我现在手下呢有2个小编辑，一个呢是初理，您应该认识了，原来是金融专业毕业，没什么经验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鸟鸟，杜鸟鸟。周川老师你好。小鸟啊，是学编辑专业毕业的，有一定的经验。我认为啊，在初审这个工作上面交给鸟鸟，哎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啊，我呢来做这本书的责编，但是我这么一说了以后，初理就不是那么高兴了。是啊，所以就得请您来给评评这个理。
像您这么好的一本书，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，怎么能交给处理这样没有经验的人来做呢？这么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是。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？周川老师，我一直是您的读者，您的《东方异闻录》我看了就不下3遍，每一次看都觉得您不愧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周老先生也是后继有人了。书香门第，后继有人，简直是少年天才。老苗啊，各个出版社各形各色的编辑，我打过不少交道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谁签回来的书，责编就是谁，是不是？然后从书的项目成立到审稿，到封面设计，到最后的发行宣传，都是这个责编一个人包办。洛河神树的责编是你吗？我说是你了吗？周川老师，我呢也是本着对你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接下这一本书的。毕竟嘛，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不能交给像初里这样，刚来社里没多久、经验不足的这么一个新人吧？新人啊，一个新人签下了你没有签成的合同，然后你现在把人摘干净，这不太好了。还有啊，别再1次、2次、3次的说什么书香门第、父子传承。我们家老头觉得我跟他不是一路的。我周川不是什么天才，就是一个3流垃圾快餐文写手。这是我们老头子的原话。周川老师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意思我都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如果你们要搞什么办公室斗争的话，我管不着，但是别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这本书的责编只能是处理。如果余姚做不了主，我就去找上面的人来做主。话我说完了，苗副主编，再会。周川老师，你看。伞呢？我忘了。周川老师，等等。干什么？那个洛河神书，你能不能用我当责编啊？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不需要责编。我说不需要，就不知道争取我一下。周川老师，我知道你来这里跟老苗说了什么，他都发朋友圈了，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呀？我真的很想当洛河神书的责编。考虑一下你，那你拿什么来换？用我国际金融专业全 A 的那份优秀，用我这20多年来的认真和努力。行，那就考虑一下你。真的吗？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开头我已经编校了一小部分，我上去拿给你看，你就等我1分钟，1分钟就好，不要走啊。人呢？
都淋雨了，你擦擦头发，然后喝杯感冒灵驱寒吧。谢谢阿夏。初丽，我刚才看手机，女主编在工作群里公布了洛河神书的初审由你来做，而且由她亲自带着你审稿，并且联合署名，而且这本书的责编是你，是周川老师亲自指定的。恭喜你啊，初里，能让周川老师钦点。像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一拍。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？I got a million ways， 却说不出来。我的理智明明一直都在。超活力，超活力，超活力！出的一个礼拜，好像你并不意外。你又发什么疯？是不是有好消息啦？啊！我拿回我的责编权了，还是周川亲自指定的。我就说吧，周川肯定向着你啊！你看他人多好，你得好好感谢他，跪地叩谢的那种。倒也不必。臭猴子，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对周川老师最大的报答，就是让他的书大卖，卖到印刷厂倒闭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就这，不请他吃顿饭？这次周川老师的书，我们社里只出上下2册，最好控制在40万字。按照周川老师3个月出书的时间表倒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加班加点，2周后必须完成移交的全部流程。别以为周川老师支持你就可以掉以轻心，中途和作者闹翻的编辑比比皆是。朱熹曾说过，立志不坚，终不济事。所以我每做一本书都是一场恶战，教养审阅就是这场大战的序曲。我一定要挺到最后，打赢这场仗。今天主要呢是庆祝我们兵第2部的2位新人转正啊！来，喝杯。小妞，祝贺！祝贺！希望你们呢，有把圆月呢当自己家一样啊！当然了，也要表扬一下初里。我听说当时啊，新政的顾总监也准备抢这个洛河神书，哎，没想到初里啊把周川给签下来了。你说这年轻人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没有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鸟也很好啊，那河马老师他5年的版权都归我们圆月了啊，花了不少功夫吧？没有啦，跟初里比，我还差得远呢。哎呀，你们各有特色啊！哎，对，各有特色，各有特色。我是觉得吧，这个小鸟啊，人比较文静、聪明、懂事，做事情呢有条不紊。哎，处理嘛，这个自己的想法比较多，也挺好，也挺好。确实如此，像周川老师这样剑走偏锋、性格乖戾的人，也只有初里能拿得下，也适合处理。所以呢，初里也算我们圆月的特殊人才了，是不是？
特殊人才有点夸张哈，那个是不是人才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反正现在是挺特殊。然后这个我还是觉得小鸟比较有潜力啊，做事大气，适合呀做咱们编辑这个职业。哎，老苗，处理还是很努力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来，难得聚在一起，来，喝起来！来，恭喜恭喜！随便吃啊！哎，这个小说呀，跟剧本呢，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异的，到时候情节方面呢，肯定也会有一调整。这个我能理解啊，你理解就好。这个动物园的背景设定，你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？可是，动物园是这本书的核心。没错，不过以我们姜老师的才华，别说是改一个背景，我相信无论您要求他做什么改变，他都能改出的花来。姜老师，你看可不可以在男主和女主之间加一条感情线进去？这样的话可以扩大受众的年龄段。李导，我觉得您说的对，这样不仅可以中和剧情，还可以吸引像我这样的女性观众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姜老师，特里弗罗萨的《天井》你看过没有？看过了。我建议你呢，参考一下书中主人公的这个行动线，尤其是他在天井的那一段经历。这个情节呢，不仅非常抓人，而且对整个人物的成长转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李导，您说的这个参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稍微改一改嘛，毕竟他这个情节跟我们的片子适配度是非常高的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又没有让你照搬，照搬的话，那还牵扯到一个版权的问题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我们……李导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版权我暂时不卖了，希望下次能和您合作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李导，您稍等。说卖就不卖了？您稍等，您稍等。周川老师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来还您借给我的这把伞的。我借你的？我为什么要借你伞啊？啊？所以说那天你把这把伞放在门口，并不是借给我，只是单纯的觉得伞太重，还是说你想做一回大雨中狂奔的青春少年？好好说话。对不起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把伞不是借给你的，是借给老苗的。老苗？你们俩是那种你值得为他淋雨，还给他留把伞的关系吗？那我俩是那种值得我为你淋雨，还为你留把伞的关系？嗯。老师，喝水。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顺道聊一下稿子上的问题啦？好，你说吧。您的主角按照顺序打怪，前面说老大是只怪鸟，老二是只乌龟，老三是只白虎，老四是条龙。怎么到后面提到老三的时候，白虎就变成九色鹿了？到底是白虎还是九色鹿啊？哪处描写多，改动麻烦就保留哪处。还有，前面你说男主他娘因为病重死了，为什么到后面他娘又突然出现了？那就把他娘死了这句话给删了。以后不是这种原则性问题啊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瑕疵你就不用过问我了啊。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有一个原则上的问题。
您的这本小说，体量严重超标，能不能麻烦您删掉10万字？10万字？那这本书你干脆别出了。no！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打你电话又不接，我就问了小白，小白说你在这儿。删10万字的事儿你就别想了，就给了这么点羞辱人的保底印书，还想让我们的大胖儿子减肥，真是做梦吧。你先别生气嘛，身为编辑，我只是给你建议，具体要删哪儿、怎么删，还是您自己做主。还不错啊。谢谢老师夸奖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是不是多的有点太触目惊心了？这一整张都被打成了大红叉，哇，力透纸背，有些地方甚至还被划破了。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包含有情绪的大红叉。怎么是我写的东西太难看，让您很生气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情节前后出现了2次，我觉得怎么着至少删掉1次吧。不懂创作规律就不要乱说话，我所有的安排都是有我的原因的。除了有大红叉，你在这儿画了个打哈欠的小人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写的东西太无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这一章的时候体力有些不支，太累了。我写的东西让你看睡着了？没有，我没有睡着。如果我们不削减一些内容的话，这2本书就会做得太厚，太厚的话，价格势必就会往上调，到时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消费购买力哦。这我倒是没想到啊，继续说。多出来10万字的话，一页纸正反2面都印500字，那就会多出100页，价格要调个10块钱左右。我们都想把这本书卖好，到最后能不能有所取舍？不愧是学金融的，钱上面算得挺快。我一定会学以致用，势必把这本书做好。对了，编教我已经寄了一份去你家里，你只要把想删除的地方做上标记就行了。但是作为编辑呢，还是个门外汉。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。迎合读者就是作家走向坟墓的第1步。我真是进了出版界才知道，做编辑和做班主任差不多。当着家长的面教育他养出来的孩子，分分钟要被大巴掌甩脸，尤其是遇上某位不讲理的作者，根本话都说不通。某位作者是在说周川吗？可不是，我现在抱着他的新书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深夜时，恨不得爱怜地抚摸着那厚厚的打印稿子，安抚鼓励孩子别怕，减肥，你就能大卖。岂有此理！坚决不删！删！我倒要看看你让我删些什么东西。
到给周川老师编讲一本书，我竟然老了10岁。喂，亲爱的周川老师，你看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？我建议删除的章节真的是删了。写着我意见的邮件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谢谢亲爱的周川老师，您真的是明察秋毫，英明神武。喂，喂。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？这臭狐狸为什么把我拉黑了？嗯？你这是上班遇见了烦心事儿，下班就买酒喝。工作上的事儿还能解决，就是我有个朋友突然不理我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莫名其妙，阴晴不定。他要是真在乎你，还会回来找你吗？什么在乎不在乎的？要是……哎呀，算了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脆弱，说失联就失联，反正也不需要负什么责任。负责任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他就要对你负责？好朋友的关系啊，友情也是情。哦，那看来你挺在意他的。谁在意他了？我在意他干嘛？我在意的是我付出我自己的友情。你干嘛买酒喝啊？怕有些事儿力不从心，有些事儿不随人愿吧。那要不你换个角度想呢？总有事会力不从心，总有事会不随人愿。你又不是凉宫春日，没有愿望成真的能力，何不孤注一掷？至少老了之后不会后悔啊。你以前都是这样吗？先把事做了，不考虑后果。要是瞻前顾后的话，做事就很难全力以赴了。是吗？听说你喜欢江雨城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他以后不写小说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么笃定？因为我觉得江老师当年的隐退只不过是累了，想歇歇。等到养精蓄锐结束之后，他就会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；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。如果不是天塌了的话，我见你有多远跑多远。是和天塌下来差不多的大事儿。他让我删东西，我肯定不乐意啊。
我辛辛苦苦写了10万字，他说山主山，10万字什么概念？快将近一篇中篇小说了，他还在那儿大言不惭，说什么减肥就能大卖，说的好像不删就不能大卖似的。哎，他是不是在讽刺我呀？不是，关键是吧，我当时一气上头，就上 QQ 把猴子的号给删了。然后我又发现吧，好像删点儿是更好看，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大发慈悲，勉勉强强删掉点儿也行。我是为了我自己好啊。啊，所以你现在后悔删他了？后悔？我怎么可能后悔啊？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产生这种情绪的人还没有出生呢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不过这事儿吧，我做的是不是的确有点不地道啊？哼，你呀，就赶紧厚着脸皮把人加回来吧。反正他也不知道你是周川，你这一世英名依然留在他的心中。你说的对。看在你这么用心开导我的份上，我就把他给加回来啊。不过这是因为你啊。咱俩有这么熟吗？哎呀，真难吃。哎。喂，周川老师。感冒了。啊？你怎么又感冒了？那天把伞借给老苗，淋雨了。老师，你这感冒的反射弧有点长啊。你住口！那你记得生病了要多喝热水，记得吃药前要吃点东西哦。冰箱里就剩你上次煮粥剩下的牛肉了。有一种东西叫做外卖，你没听过吗？行，就当我把伞借给别人，好心没好报吧。啊，等，不就是煮个粥吗？我来还不行吗？多久能到？我快饿死了。再过1小时吧。现在晚高峰时间，公交很难挤的。挤公交？你没开车啊？那你打车吧。打车，老师，我转正月薪3800人民币，不是美金。啊。喂？什么叫哦？上车。哎呀，周川老师，看得出来你真的很饿呀。饿着了吧？我马上就去做饭。你跟他说话，他听得懂吗？我在跟你说话。那你为什么不看着我呀？哼。粥马上就好。但是我做完粥就走了，漯河神书还有1/4没有编校完，明天早上我要交差的。哦。
每个月就3800，还不给加班费，你怎么没一把火把圆圆社给烧了呀？可能是怕坐牢吧。老师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，咱们不用每次见面都那么针锋相对，偶尔也可以和平共处一下。哦，所以呢？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，所以再找话题来聊。老师，我急着给你做饭，做完饭急着回家给你看稿子。如果明天交不了差的话，我可能连月薪3800都拿不到。所以，能不能请你安静一会儿，让我好好的把饭做完，然后咱们各回各家，各自安好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出去。喂，哎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又莫名其妙给我打什么电话？还没把你的网友加回来呢。此时此刻，正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我的厨房，穿着我的拖鞋，挥着我的菜刀，在给我和我的二狗做饭。居然有人不以下毒为目的给你做饭？是，真是闹鬼了。是闹鬼了，我居然感受到了生活，它竟然是个动词。那看来你这27年都是喝西北风长大的。阿姨做的饭不算，年轻小女孩做的饭算。老师，粥做好啦。啊，你房东说你们家门口修路，半个小时后停水停电。你怎么偷看人消息啊？它自己显示在上面的，而且很不幸，写文朗一目十行是基本技能。你这人啊，怎么不知道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隐私啊？设置一下不显示消息内容。一言不合就开始教育人。你家今晚停电，剩下的稿子怎么办？网吧。哪儿？网吧，包夜便宜不停电，而且有电脑，随时随地可以跟你确认稿件内容。老师，你要是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回来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带你去开房。你说什么？酒店还是我家，你自己选。有没有第3种选择？比如我刚才说的网吧？你想带着洛河神树去网吧，在一群网瘾少年之间编辑我周传得意之作？想好了再回答，否则我就把你扔进炼丹炉里炼成仙丹。老师，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吧，开房是不可能的。我爸是人民警察，只要他稍微动一动手指头，就知道我去哪儿了，和谁开了房。要是被他发现我和一个男人开房，你爸没事干嘛查你跟谁开房啊？难不成他还会拿把菜刀架在我脖子上，逼我上门提亲吗？有可能哦。那就有答案了呀。我家书房借你睡一会儿，小区门对面有个便利店，你去买一点一次性的贴身衣物，很便宜，50块钱以上我报销。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没在我家门前看到你，我就报警。门就开着，有什么问题直接问。谢谢老师。哇，藏书够多的呀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老师，你这样我要报警了。我还不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吧？切，
不就是你从我手里抢走的夏目漱石吗？我又不会偷偷拿走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死猴子，相爱相杀这些年，这本书，野哥爱送给你了。当初以为他找不到工作要回老家，我居然同情心泛滥。切，臭狐狸，跟我玩失踪。想嫁就嫁，我不要面子的。又拒绝加我，世上怎么还有这么不知道感恩的人呢？少女，要不要来一场网恋？滚！手一滑就操作失误了，这么久没联系，有没有相思成疾？这段时间做梦我都梦到一脚把你踹出天际。干嘛呢？看稿子啊，明天死线，这种时候家里还停电停水，真的是要了老子的命啊！你家停电，那你怎么看稿？没在家？在外面找了个看稿子的地方。哪儿？网吧啊，还能去哪儿？是吗？该不会是躲在哪个男人的家里吧？他怎么知道？喂，有没有在认真看稿啊？不会是在跟人吹牛聊天吧？当然没有。他莞尔一笑，面若寒霜道：“这前后有矛盾吧？删哪个？删面若寒霜。你都不来看看前后文？我自己写的本，我怎么可能不记得？那你说说，这个是在描述谁？主角呀，是女配。你这又有 bug。主角刚从泥潭爬出来，转眼就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还宛若谪仙，好像哪里不对吧？哪儿不对啊？主角刚从泥潭爬出来，到出现众人面前，打了老长一段架，中间居然还会有人不仅夸他白衣飘飘，这山里。行了吗？爱情。